我是一个丧尸。现在我正站在我家门口，家门关得紧紧的，好像毫无气息。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中间时不时有丧尸过来，趴着我家窗更往里看，这个时候我就会一脚把他踹飞。是的，我变成了丧尸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保留着做人时候的记忆。我站在我家门口一动不动，就好像活着的时候惹我老婆生气的时候一样。我老婆生前只要一吵架，就喜欢把我关在外面，然后自己坐在家里，趴在窗户边偷偷看我罚站的样子。没想到现在我做了丧尸，他还是没有改变这个习惯。1. 这场丧尸病毒爆发得很突然，从开始到现在全面崩溃，只用了3个月，连让人反应的时间都没有。一开始人们只是以为这是场普通的疾病，普通的死几个人，普通地上个新闻，普通的在微博热搜上挂一挂，然后普通的引起普通网民普通的恐慌。没想到短短半个月内就传出消息，北城局势已经失控。而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，由于对疾病的恐慌，才导致了一部分人精神失控，才会出现攻击人的现象。我老婆当时翻到了这条新闻，仔细看了看视频里人攻击人的样子，还开玩笑跟我说，这他妈不会是丧尸爆发了吧？我当时还回他说，你他妈电影看多了。他闻言温柔一笑，然后给了我他妈的一脚。他明明一向都很蠢，没想到这次居然一语成谶。夜幕缓缓地拉了下来，尚未断电的路灯打在我身上，我的手表在和丧尸搏斗的时候已经丢了。但我想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，我抬头看了一眼窗户，我老婆还趴在窗户上看我。隔着模糊不清的窗户，我看见她脸上的眼泪大滴大滴的，像在脸上流成了河。我转身走了。和电影里不同，现实中的丧尸大多在白天活动，我守到了夜幕，来找尸的丧尸已经走光了。大街上空荡荡一片，转身的时候恍惚看到老婆的嘴一动一动，好像在冲我喊什么。自从当了丧尸之后，一到晚上感官就慢慢失去知觉，大概是大脑中枢神经被破坏了。我冲他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回去。他还在冲我说什么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站下去了。丧尸一到晚上就会失去意识，我现在要找一个地方休息。2. 我老婆很喜欢动手，我和她高中就认识，她当时坐我同桌，成绩挺好，玩心不小。我呢，比她成绩差远了。我们2个金风玉露一相逢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男女搭配，分工明确。我专门治一些不服气我的小混混，他专门治我。高2那年，我把他追到手，1个月后就被他爸爸知道了。他第2天到学校找到我说，我爸爸想和我见面。我说行啦，岳父大人喜欢喝茅台还是拉菲，明天我上门整2盅。我爸是空手道教练，去年全市空手道大赛还拿了金牌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明天要去做个阑尾炎手术，还是下回再见吧。他奇道，你阑尾什么时候发炎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说现在不发炎，明天肯定发炎。他一脚踢在我裆上，勃然大怒，没用的东西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在蛋和阑尾面前，我还是选择了我的蛋。我老老实实的第2天梳了个好学生2分头，白衬衫扣到最上面一扣，老老实实的买了些水果牛奶上门去拜见我的尊贵的岳父大人。后来我就开始发奋学习，和他一起考上 A 大。他后来总问我，为什么那次见完他爸之后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。我说，因为你爸说我只有2条路，要么学考大学，要么学葵花宝典。他闻言娇羞一笑，顺手赏了我最爱吃的大嘴巴子。从高中到结婚后3年，我的身上不知道挨了他多少巴掌，他的功力越来越纯熟，总是把我打得嗷叫。但是最疼的还是他最后一次打我，他用力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，眼泪大滴大滴的从他眼睛里滚出来，掉在地板上。他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望着我笑。他说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疼的我做了丧尸，还忘不了这一巴掌。第2天好天气，一大早太阳就照在我眼皮上，好像想把我烤死一样。我又来到我家门口，顺手一巴掌拍飞了一个趴在我家窗根张着血盆大口的丧尸。我注意到我家1楼的窗户已经被一根根铁丝缠得密不透风，透过铁丝的间隙还能看到一件件家具牢牢地抵在了窗上。这一定是我老婆连夜的杰作。我抬头望向2楼，2楼的窗户也被铁丝包住，只有卧室的还留了半扇。窗户后面露出我老婆半张脸，她双眼红红的，还有点肿，恐怕是一夜都没有睡。也是这种情况下还能睡得着的，估计除了丧尸就是死人了。我慢慢低下头，不再看他，专心地守着我的门。家里的窗户还完好无损，这都多亏我那高瞻远瞩的岳父选了硬度最强的一种玻璃。他说怕我小子年轻的时候在外面结仇太多，晚上有人来砸我家窗户，砸死我不要紧，砸伤他身娇肉贵的宝贝女儿就不好了。我当时还在心里冲他翻白眼，现在真恨不得扇当时的自己2耳巴子，然后跪下来给他磕2个响头，谢谢他老人家的老谋深算。不过岳父2年前也已经死了，要磕头也只能磕坟了。我抬头望向窗户，窗户里露出一张狰狞的脸。窗户里那个男人不自然地咧着嘴，眼神呆滞，嘴里还不断有血沫喷出来，在脸上糊成一片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真丑，难怪没有人愿意做丧尸。也不知道我老婆看到我这张脸心里是什么想法。
会不会感到很解气呢？搞不好还偷拍2张照片，然后指着我哈哈大笑，笑得牙根子都能看得见。毕竟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嘲笑我。想到这里，我又抬头看了一眼老婆，老婆还在窗户边上，她没有笑我，也没有冲我拍照，更没有露出她的牙根。老婆不见了。3，可能是我现在确实太丑了，我从清晨站到黄昏，老婆都没有在窗户边出现过。黄昏时候，我决定去给她找点吃的。以前我每次惹她生气，把她哄开心之后，再带她去吃一顿好吃的，就不管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站到傍晚，把所有挑事的丧尸都赶跑之后，我开始出发，向3公里外的生活超市走去。我走得很慢，丧尸一到晚上就会失去力量。我一度怀疑，莫非做了丧尸就和植物一样，靠光合作用运动了？生活超市门口横七竖八躺了一堆丧尸，大概是睡着了。推拉的玻璃门口被一根大铁链锁得紧紧的。记得在丧尸爆发的2个月后，这个超市就永久的关门了。我环视四周，从旁边捡了一块大石头，照着玻璃门砰砰砰的砸去。几个丧尸听到声音，爬到我面前想咬我。我回头给他们看看我血呼啦的脸，他们又转身倒下了。玻璃门砸了几十下就砸开了，刺耳的警报声立马响了起来，在夜空中格外刺耳。我顺着刺破的玻璃走进去，尖锐的玻璃渣子深深地扎进我的肉里。不过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我走进超市，报警灯一闪一闪，我的头晕起来。我一手拿过一边的购物车，扶着超市的货架往里走。超市的货架已经半空，看得出老板大概是仓皇出逃。我撑扶着往里走，走到罐头区，一捧一捧地往购物车里倒。蔬菜和肉类已经不能吃了，大概已经在超市里发出腐败的气息。不过我也闻不到了。我扶着货架走到里面，又捞起2袋米、1桶油，吃力地放进购物车里。他妈的，以前做人的时候一到晚上就格外兴奋，现在做了丧尸，照这个精气神，我恐怕是要绝后。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大概是因为没有光的力量了。我使劲甩了甩头，推着购物车撑着往外走。我得赶紧把这些东西送回我家。夜幕深深地拉了下来，整个城市寂静得仿佛一座死城。除了超市以外，远远望去，居然没有一户人家亮起灯光。昔日繁华的 A 城，现在好像一座坟场。我推着购物车，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沿途到处都是朝着超市爬过来的丧尸，有的爬到一半就倒下了，有的还在顽强的一蹭一蹭，好像半截毛毛虫。我也快不行了，我干脆把自己挂在购物车上，正好是个下坡路，我挂在购物车上的样子一定很难看。但是俗话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，我这个人中龙凤到了丧尸山，也只好挂着了。我一路挂着冲向坡下，然后一头撞在我家对面的树上。我吃力地把我的头从购物车里拔出来，心想他妈的幸好大晚上没人看见，不然我一试一命就他妈的毁于一旦了。然后我一抬头看见了我老婆，奶奶的，一天见不到，一见到就丢脸，这小娘们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把购物车用力地往我家那边一推，车撞在墙上，发出巨大砰的一声。我老婆吃惊地往下看，想要看清楚底下是什么。我冲她笑了笑，然后两眼一黑，晕过去了。晕过去前是她冲我喊叫的脸。她说：“草泥马，做丧尸了还要砸老子肠子。”我警号，真不愧是我老婆。4，我考上 A 大那年，差点被人打死。我念中学的时候很是放荡不羁，号称浪里小白龙，晚上总是不回家，喜欢在外面逛场子。我比较讲义气，动手能力又强，所以各帮各会里兄弟都比较给面子。后来我决定好好读书了，跟我一起的兄弟们自然就慢慢淡了，但是曾经欠下的债却没有淡。我从学校和老婆一起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回家路上就被人堵住了。带头的不是别人，是我曾经的好兄弟阿胜。阿胜带着一群人把我堵在巷子里，对我笑着说：“老大，听说你考上大学了。”我把老婆护在身后，说：“你不会是来找我庆祝的吧？”阿胜朝我走了2步，说：“兄弟一场，来送送你。”他望了望后面带来的一群人，说：“老大，你不会不给面子吧？”老婆在身后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我悄悄攥紧她的手，我说：“阿胜，为什么？”阿胜望着我笑了笑，不知道是不是灯光比较暗，他的眼睛恍惚显得有点红。他说：“老大，我没有学上了。老大，我高考前就被学校开除了，我连高中都读不了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声，阿胜又抬起头来看着我，他突然咧开嘴大笑起来，他的嘴在笑，眼睛却在掉眼泪。他说：“老大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我当然知道。阿胜和我以前是一起混场子的好兄弟，我们从来都是出双入对，有福一起享，有难自然也一起当。后来我改邪归正，每天在学校朝6晚10。阿胜什么都受得了，就是受不了读书，我们自然渐行渐远。而我们之前浪迹社会闯下的祸，却找到了阿胜。阿胜摘下头上的帽子，冲我笑了笑，他低下头来，一道刀疤在他头顶若隐若现。他说：“老大，你看，这是 B 中那个混混2个月前给我打的。”他把帽子又缓缓戴上了，望着我笑，越笑越大声，越笑泪越多。他张开嘴，眼泪都要灌进他嘴里。他说：“可是老大，明明之前招惹他的是你，他是因为打了你才进了监狱，为什么放出来之后要报复的却是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阿胜的吼声在巷子里一圈圈回响，连耳膜都隐隐作痛。他盯着我，又笑了笑。他说：“老大，什么也别说了，兄弟一场了，就让我好好送送你吧。”他朝后挥了挥手，几个人从身后纷纷掏出棍子，越走越近。他说：“老大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所以多找了些人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还能介意什么呢？我把老婆护在身后，说：“阿胜，你恨我，我理解，打我可以，别打我女人。”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老大，道上的规矩，我懂。”我闭上了眼睛，我欠阿胜的。地中那个混蛋，当初和我打架误伤了人，被送进局子里待了1年。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在准备高考了，他到处堵我堵不到，就打起了阿胜的主意。阿胜2个月前因为这一架伤到了脑袋，先进了医院，但是没想到这情节居然严重到他被学校退学。我欠他的，我得还。我闭上眼睛，准备挨阿胜的打。这是我生平18年来第一次乖乖等着人揍我，但是预期中的疼痛却没有到来。我老婆风一般从我身后闪过，牢牢地抓住了一个正击我天灵盖的棍子，然后一书包劈向当头的一个小混混，紧接着又从地上捡起2个啤酒瓶，往中一击，破成2只碎玻璃罐子，一手一个大声吼道：“我看今天谁他妈敢动我的男人！”阿胜愣了愣，显然没想到我老婆居然这么猛。一个不怕死的小混混嘴里一边骂骂咧咧的，一边走上前来。我老婆抡圆了胳膊，差那件手机瓶脱，玻璃碎瓶子擦着小混混的脸飞到他后面的墙上，发出啪的清脆破裂声音，碎片在小混混额头上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。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我老婆弯腰从地上捡起刚刚被击破的另一半酒瓶，在手上掂了掂，挑眉说：“怎么样？谁还上来试试？”剩下的几个小混混面面相觑，没人敢再上前。阿胜死死地盯着我，突然笑了。他说：“老大，你还是这样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都有人肯为你出头。”巷口突然起了一阵骚乱，一阵警笛声由远及近，几个小混混一下子慌了，把棍子扔在地上，转身就跑。老婆淡定地说：“刚刚你们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短信报的警。”我望向还站在原地的阿胜，说：“阿胜，你走吧。”阿胜把目光从我身上缓缓移到我老婆身上，咧开嘴笑了。他说：“老大，我们会再见的。”昏黄的小巷里，他的眼睛在帽檐下闪着微红的光。他转身一步一步走得异常坚定。快出巷口的时候，我喊了一声：“阿胜！”他没有回头。我说：“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再害自己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阿胜。从那以后，我也再没打过架。从那以后，老婆也再也没过过什么安稳生活，哪怕只是一天。我从一阵鸟叫中醒来，太阳的热度洒在我眼皮上，灼得眼前泛起一阵阵红色，刺眼的让人无法直视。我伸出手想挡一挡阳光，突然发现手上多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是一圈绷带。我把手拿到面前仔细的看，不错，是绷带，还是上好的南方丝绸，采用的是高新残织技术，无纺花纯天然，现价998，只要998，个屁嘞！我一个丧尸手上怎么会有绷带？我抬头望向老婆的窗台，老婆的窗台微微打开了一条缝，露出她一双大眼，见到我看着她，啪的一声把窗合上，然后窗帘也唰一声被拉得严严实实。一定是她。我坐在原地摸着手上的丝绸，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，笑到一半我就不笑了。我看到对面镜子里笑起来的自己好丑。我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摇摇晃晃的起来，继续站在我家门口。因为我这几天的暴力，最近敢停在我家门口的丧尸也不多了。估计是虽然变成丧尸，脑子里没什么东西，但是身体记忆还是在的，知道来这个地方会遭罪。我抬眼打量周围，前几年做生意赚了点钱，就在 A 市最好的小区里买了这套别墅。几个月前，这里还都是一片平静，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体体面面的，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有钱的腐败气质。当然，他们现在也都还是很有气质，鬼一般的气质。正值初春，天气还有些冷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丧尸的肉体反而不容易腐化。远处一束束的樱花已经吐出了骨朵，远远看过去，盈盈的堆了一束。春天到了，人虽然都半死不活的，但是花却开得很好。老婆最喜欢樱花，她嘴上说老娘是个少女，老娘肯定他妈的最喜欢樱花了，少女最喜欢樱花，所以老娘最喜欢的就是樱花。一边说，一边还一脸觉得自己有理有据的嚣张表情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她是为了给我省钱。刚创业的时候，我身上一贫如洗，情人节到了，我连给她买花的钱都没有。满大街的花都要钱，只有开在路边的樱花不要钱，所以那年两手空空的我，给她的礼物就是不要钱的樱花。历史是多么的相似，几年前的我两手空空，几年之后的我还是两手空空。几年前的情人节我没钱买礼物，几年后的情人节都过了，我有钱都买不到礼物。我不由自主地朝樱花走去，脆弱的花瓣仍在枝头摇曳，纯白与粉色交织的花叶在蓝天下一瓣一瓣地闪动着，偶尔有丧尸经过，却无人在意。我摘下一枝花，和老婆求婚那天也是用的樱花。那是第一次创业失败，我们刚躲过一波前来追债的债主，他和我在小巷子里屏气吞声。那天是我第一次和他提分手，然后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说我给你机会重来一次。
我哭着说：“嫁给我。”周围除了废弃的纸箱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一束樱花。我把刚摘下的几枝樱花放在我家门前，想了想，又把手上的绷带取下来，笨拙地把樱花竖在一起。变成丧尸后，我的行动就变得很吃力，原本灵活的身手也变得迟缓起来，好像老年痴呆一样。只是比起别的丧尸，已经算好了太多。太阳渐渐落下去了，周围的丧尸都摇摇晃晃地离开了。月亮爬上来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了我们家的客厅。老婆站得远远的，拿着一个棒球杆，戴着头盔，身上还穿着大棉袄，站在去往2楼的楼梯上，弓着背警惕地望着我。我慢慢坐起来，老婆把棒球杆对准我，朝我喊道：“你还能说话吗？”我张开嘴巴，想酷帅狂拽的来一句那当然，结果一张口变成了我擦嘞！变成丧尸没人跟老子说话，老子连自己原来都说不出话来了都还不知道，而且发出来的声音简直比外面那群丧尸还恐怖10倍，真他妈扑了大街！老婆吓得把棍子掉到地上，又赶紧捡起来，颤颤巍巍地对准我，一手还拎起了一个哑铃。我赶紧闭上了嘴。他又颤颤巍巍地开口说：“如果你说不出话，你就点头摇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继续颤颤巍巍道：“你是不是还有自己的意识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超前走了一步，看着我的脸，试探着问：“那你会有伤人的冲动吗？”我老老实实地摇了摇头。老婆稍微松了口气，但是还是不敢放松。她用棍子指了指墙上，紧张地说：“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，你就走过去，把自己指出来。”我望向墙上，墙上挂着我们的一张全家福，是我、老婆、岳父一起拍的。我爸妈很早就去世了，老婆的妈妈也是，所以我们的全家福只有3个人，现在只有2个人。照片上原本属于我的位置被人用力地撕开了，缺口很凌乱，一看就是用了很大的力气，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又粘上去了。粘上去后显得皱皱巴巴的，我的脸上颜色都不一样了，看上去像是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婆，她紧张地拿着棍子对着我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去指出你自己来。”我从沙发上撑起来，摇摇晃晃走到婚纱照下面，笨拙地举起手来，指向那个皱皱巴巴的我自己。老婆用棍子指着我，又喊道：“那你把我爸给指出来。”我指了指他爸，他又喊道：“那我呢？”我把手指往左移了移，定在了他的婚纱上。他松了一口气，我回头望向他，他又紧张地立马将棍子拿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晚上暂时可以睡在客厅，但不许上楼。”我摇了摇头。他说：“别太过分了，能让你睡在客厅已经是法外开恩，不要妄想上2楼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转身走到客厅门口，拉开了门走了出去。不是我不想留在家里，而是比起留在家里，留在外面才能更好地保护家的安全。我坐在家门口，望着外面偶尔经过的丧尸，经过前一阵的驱赶，最近来这里的丧尸越来越少。偶尔还会看到一些老丧尸走着走着，突然倒在地上，挣扎了2下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这些倒在地上的老丧尸，我会在黄昏时分把他们拖走，一直扔得远远的，远到看不见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们好像再也没醒来过。原来丧尸也会有死的那天吗？我从白天坐到黑夜，在月亮快要爬上来的时候，我听见身后的门吱呀一声响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在我记忆中，除了求婚，我还给老婆送过一次花。那是4年前，我创业终于收到了第一笔钱，签了第一个愿意长期合作的合同。从公司出来后，我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花店。我也不知道需要花钱的花里他到底喜欢什么花，干脆把整个花店的花全都买了下来，趁着他上班，请人把花都运到我们家，从进门到卧室全部都用花铺满了。他下班回家，一打开门，一下愣住了，接着开门又出去了，看了看门牌号又进来了。他站在门口冲我喊：“李明日，你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个情况？”我朝他走去，记忆中我有很多次朝他走过去，多到我数不清，只有这次弥足深刻。我穿过花丛，走到他面前，单膝下跪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。他直直地看着我，好像惊讶地说不出话。我把盒子举到他面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说：“老婆，请你再嫁给我一次。”那天她穿着白裙子。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发现我又躺在我家客厅里，老婆却不在客厅里。我抬眼看了看客厅里的钟，凌晨4点，醒得够早的。不对，这不是重点。等等，我怎么在我家客厅？我猛地一下坐起来，不小心头砰的一声撞在桌脊上，桌子砰的发出一声巨响，吓得我一把站起想扶稳，又砰的一声撞到柜子。柜子上放的我之前篮球比赛的玻璃奖杯，噼里啪啦的全部掉到地上，碎了一地。这都是老子当年辛苦打比赛挣来的呀，老子年少青春的辉煌时刻呀！我蹲在地上摸着那些碎片，心疼的龇牙咧嘴，悔恨的捶胸顿足，恨不得碎在地上的是我本人。不过现在丧尸大爆发，要这奖杯也没啥用了，更何况现在自己都变成丧尸了。一想到这，我心里舒坦多了，然后我就站起来，我一站起来就看到了我老婆。
他昨天拿着棒球棍，今天换成了菜刀，左手还拿着磨刀石，好像刚刚才磨过，正虎视眈眈地把我望着。我咽了下口水，我又被扔出来了。我老婆的意思是，白天我在外面做我的丧尸，晚上睡觉了就回家，可以睡客厅，不能上楼。条件是以后家里吃的用的都得我负责。那还能说啥？麻溜的我就答应了。所以今天站到半黄昏之后，我就出发去超市了。我比上次装了更多的米、更多的面，还有冷冻生鲜。真没想到，超市的冰柜居然还没有断电。我从里面捞出一包又一包的鸡腿，还有冻牛肉、排骨，全部放到购物车里。在客厅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脸色很苍白，跟我说2句话，还要扶一下墙，好像身体很虚弱。老婆的身体一直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虚弱成这样呢？我装了很多生鲜，又到礼品部拿了一些补品，除了脑白金没拿，其他都拿了。拿脑白金，我怕他打我。我把东西都装了一车，决定回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出来之后，我的心一直很慌，仿佛要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我推着车慢慢在路上走，现在正好是黄昏时分，路上的丧尸一波又一波的都往郊外去，有的走到一半就倒在了地上。我越走越心慌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终于走不下去了。我一头栽进购物车里，后脚使劲一蹬，像那天夜里一样，顺着下坡一路滑，一路滑，我的心脏扑通扑通跳，好像都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。终于，我离家越来越近了。一只丧尸正在拍我家的窗户，窗户已经拍烂了，他又把头伸到里面，嘶哑着喉咙，仿佛在够什么东西。我大吼一声，一头撞了过去。草泥马的，谁敢欺负我老婆？11，上面那声当然不是我发出来的，我一出口喊成了啊呀呀呀呀，然后一掌上去，拍飞了那个8床根的猥琐丧尸。丧尸的头卡在窗户里，被我一拍，整扇窗户都哗啦啦的掉下来了。我跃上黄昏，那只丧尸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晕了。我把购物车放在家门口，把它背起来，一下一下吃力地扛到离家比较远的花坛里。等我走回自己家门口时，我感觉已经累极了。我站在门口，购物车还没有拖进去，不知道是不是该敲门。门开了，扑出来一个人影，这人影一下抱住了我，抱得紧紧的，紧到我昏过去之前都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热度。是老婆，老婆在发烧。12，老婆体质很好，他爸爸是空手道教练，他也虎父无犬女，老鼠儿子会打洞。虽然说并没有那么高的造诣，但是身体素质还是杠杠的。有一次我和他出去郊游，半路下起大雨，回来后我发烧了，他都没发烧。那他现在怎么会烧成这样？我这次昏睡得很短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撑住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客厅的时钟定在了3点半，很早。我决定上楼看一看老婆。我已经好久没回过家了。楼梯上挂着的我和老婆的照片已经不见了，老婆也没放新的照片上去，整面楼梯上去的墙都空空如也。我来到我和老婆的卧室前，老婆还在熟睡，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，隐隐可见她的脸通红一片，一定是还在发烧。老婆，你生了什么病？我在周围轻轻地翻动着，企图找到药品或者医院的诊疗单，可是周围除了几片退烧药，什么也没有。会不会在别的地方呢？我摸到衣柜的门把手，轻轻地把柜门推开。柜门一开，我怔住了。窗外的月光长长的把自己的影子投射进来，照进屋子的地上，地上的瓷砖也响应着明亮的光斑，一层一层亮进柜子里。衣柜里挂着几件婴儿穿的小衣服，衣服底下是一个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裹。我慢慢蹲下去，把它拿起来，老婆把它包得很细心，打开一层布，还有一个盒子，一个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盒子。把最后一个小盒子打开，里面露出一张纸，月光照进来，把纸打得也微微发亮。是一张确认已流产的医院检查单，医院上的日期写着9月23号，我和老婆离婚的前1个月。13，我和老婆离婚了，在丧尸爆发的前2个月。离婚的那天，天气也阴沉沉的，老婆坐了一辆车到民政局，脸上的妆容得体又精致。她径直走到窗口，很爽快地签了字，拿起离婚证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在走进民政局之前，我做了很多设想。我想过他会歇斯底里地骂我，说我是个畜生，想过他会扇我2耳光，然后指着我的鼻子，甚至想过他也许不会来，就是没想过他会这么平静。我选择了净身出户，但他还是选了走法律流程。他的朋友都在骂我，我的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离婚那天，他戴着墨镜，踩着高跟鞋，小鞋跟踩在地板上哒哒作响，一如往常一样气势凌人。万万没想到，离婚前1个月，他掉了我们的孩子。9月23号。我傻站在原地，突然抽了自己一耳光。是9月23，我记得那天。14，天过一会就要亮了，我出了门。我知道老婆身体为什么这么虚弱了。小产后没多久，丧尸就爆发了，她根本来不及好好保养，又缺吃少喝，担惊受怕，身体也就越来越差。我来到超市，径直走到最里面，拿起货架上的红糖红枣，一气往购物车里放。我又走到冰柜前，把冰柜里的冷冻机拿出来，一直塞，直塞的购物车放不下了，才停下了手。
回到家的时候，天才微微的亮起。我走到家门口，推着车把门打开，老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客厅沙发里。把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我看见她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了，望着我，一边笑着一边流泪，还微微叹了口气。你回来了，她说。15，老婆从小就没有娘。每次过母亲节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做了贺卡和小礼物送给妈妈，她送给爸爸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她的依靠只有她爸爸。后来我出现了，又多了一个我。2年前，老婆生日，岳父去野外钓鱼，预备给她做礼物。回来的时候发生车祸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弥留之际。岳父死的时候没有叫老婆，而拉着我的手对我说：“臭小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要待她好好的，不许欺负了她，不然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。”说完，他又拉过老婆的手，和我的手放在一起，望着我老婆，笑着说：“现在我放心了，楠楠，你要乖，我可以去见你妈妈了，别哭，我知足了。”说完，岳父就断了气。那一天，老婆肝肠寸断。那天后，老婆就剩下我一个依靠。对不起，岳父，我对不起你。16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上次我早上出去回来之后，老婆就对我很温柔，她再也不吼我了，好像很怕我离开。我每次站在外面都要先对她安抚一下，即使站在外面也能感觉到她担心的目光。老婆给我准备了一张躺椅，放在屋子外面，方便我躺着看家。我就经常躺在上面，时不时踹试图上前查看的丧尸们一脚。久而久之，丧尸都绕着我家走了。想必是都知道这里有只不讲道理、喜欢打人的丧尸。我经常隔一段时间就抬头望一望楼上，这个时候老婆就会把头伸出来，也望着我。有一次晴天，周围没什么丧尸出没，老婆甚至把窗户打开，在阳台上晾刚洗好的衣服。阳光正好，她站在阳台上望着我笑。不知道多久没看她这样笑过。物资充足，每到夜里，家里就飘来鸡汤的香味。有一次早上醒来，我发现我旁边还放了一碗，摸了摸碗，还是温热的。我一口喝下去，咸得我差点吐出来。没等我吐出来，就听见老婆站在楼梯上望着我哈哈大笑，一边望着我笑，一边在说什么，看那个嘴型，好像是在说傻逼。然后我起来想打他，他又被我吓得哇哇大叫，慌不择路地往楼上跑，跑的拖鞋都卡到小腿上。有时候他心情好起来，还会把画架搬出来，趁我睡着的时候给我画一幅画。我醒来一看，奇丑无比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晚上守完家，一推开门就看见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汤，好像我们很久都没有这么和谐过了。从恋爱到结婚，再到现在我变成丧尸，这居然是我们最安和的一段时间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就这样过下去，会不会也很好呢？17，这天我起得很早，看了下时间，也才3点45，外面的天还没有亮。我起身出门，准备再去超市囤点物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醒得越来越早，常常是4点不到就醒了。与之相应的是白天的精神越来越差。我摇了摇脑袋，刚刚一时走神，眼前就泛起了黑晕。我努力集中精神，在货架上搜集需要的物资。推着车要出超市门的时候，我定住了。超市门口的橱柜里摆着一条白裙子，我歪歪斜斜地走过去，从货架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了这条白裙子，把它放在购车的下面。一看价格19000，我心说真他妈赚到了。正好再过几天老婆生日了，感谢超市老板。我推着购物车欢天喜地地走出超市，天才微微亮，我把车上的冰鲜稍稍搬起来，忍不住先看了一眼小裙子，过一会又把冰鲜搬起来，又看一眼小裙子。可能是我走路的姿势太过嚣张，走着走着，一张纸就趴到我脸上。我把纸从脸上扯下来，天没大亮，看东西总有些吃力。我把纸对着天空透亮的地方仔仔细细地看着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梦里。我把它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一页传单缓缓在手上飘落，上面写着：如有幸存人员，请速来避世。请速来避世，此处有丧尸避难所和医疗团队，请务必确保自身未被感染。18，我在外面坐了很久，避世离这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开车的话大概得1天。如果老婆和我一直在这里待着，超市里的物资供应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变质。而最近我的感官总是忽灵忽落，原本白天还能一直意识清醒，最近却时不时开始模糊，有好几次在门口守着守着就开始恍惚。我把钟搬到家外面，最长的一次是20分钟。现在恍惚只是暂时失去意识，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恍惚的时间却一点点在加长。况且眼见着一批批年老体弱的丧尸走着走着倒在地上，再也没起来过，我又能保护老婆几时呢？老婆和我这个丧尸关在一起，一辈子不出门，就真的过得开心吗？我望着购物车里的白裙子，它在晨光的熹微里洁白纯净，象征着圣洁与救赎，一闪一闪，很是动人。心脏也随着一跳一跳，跳得我的胸口有一点点疼。19，我决定带老婆离开这里。我把购物车扔了，把小白裙包在怀里，开始出发去找车。从 A 城到 B 城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但要是说靠徒步走过去，还不如直接在家抹脖子上掉来的痛快。我们小区猫3狗4什么人都有，这些人身份不同，品味悬殊，但都有一个特点，有钱。
所以车子并不难找，难的只是他门上还得刚好插了把钥匙。但就是这种难度，这还是被侦探小天才我找到了。我找了一辆越野，在丧尸突围里还不错的车型，车上也刚好插着把钥匙，更重要的是他没关门。不巧的是，还有个丧尸也在车上。这哥们我见过，当人的时候人五人六的，一身潮牌，好像是什么集团的公子哥，做了丧尸也还是那么拽，一条腿翘到方向盘上，一条腿翘到窗户外面。看这样子，似乎是跑到停车场准备发动的时候，不巧就被攻击了。我心说一句对不住了哥们，上去一把扯住他拽在外面的腿，那哥们似乎还在梦里，被我一拽，睁开了眼睛，哎呀，地就要扑上来咬我，我一拳打在他脸上，他又一下子倒了下去，趁着他倒下的功夫，我扯着他的腿，把他扯到车下，他从地上爬起来想要咬我，却站都站不起来。这个时候我才看清，原来他的腿早就断了，看伤口的样子，似乎是被丧尸突袭的时候咬的。我心里隐隐有些歉意，但天已经快要亮了，不是感伤的时候。做了丧尸之后，手脚就很不灵活，我笨手笨脚地发动了车子，一路呼啸着冲出了停车场。我没有回家，车子向左转道，又开回了超市。我拿足了方便食品、水，一股脑地塞进后备箱。这时天已经微微亮起来，周围丧尸已经逐渐苏醒，有几个试图朝我的后备箱扑来，被我一拳打了回去，已经是事不宜迟。我发动了车子，朝着家里冲过去。车子一路呼啸，飞快地朝家的方向冲过去。我的视线突然开始变得模糊，看不清前面的路。我使劲甩了甩头，眼前的画面慢慢又恢复清晰。顷刻间，家已经到了面前。我一踩油门，车子就尖叫着吱呀呀地在家门口停下了。我飞快地开门下车，冲到家门口。我哗的一声拉开门，老婆站在客厅，端着一个盘子，盘子上是热腾腾的鸡蛋煎火腿。她望着我微微一笑，开始说些什么。我的脑袋又开始恍惚，她的声音隐隐绰绰，像是在梦里。你回家了？20，我打算趁晚上的时候和老婆离开这里，只有晚上的时候丧尸才最少。到家的时候时针只到了6，外面已经陆陆续续醒了一些丧尸，正在街上走。我把传单递给了老婆，来不及和她解释，就推门而出。晨光已经慢慢地漫上天际，今天是个阴天，没什么太阳，在乌云后掩着，路上的丧尸也显得无精打采，好像没吃饭一样。这一带的活人，大部分在丧尸爆发的前期就已经全被感染了。想必那个时候，老婆是因为刚刚小产，没有出去上班，在家闭门休息，反而逃过一劫。我呢，我就更酷了。我变成丧尸的时候，还在警车上。丧尸们手脚再晚一步，可能现在的我就要戴上手铐脚铐，一系列极品监狱黄金套餐出现在这里。幸好他们手脚还算快，让我保留了一个全尸。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小警察，丧尸扑上来的时候，他还拿着枪，哆哆嗦嗦地朝破门而入的丧尸射杀，杀了没几个，子弹就没了。他被丧尸抓走的时候，朝我伸出了手，眼里的绝望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丧尸扑上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很多人在死前那一刻，脑子里都会出现很多东西，有的想起了爱人，有的想起了亲人，有的想起曾经被肆意挥霍的青春的时光，还有的想起了自己曾经最爱过后又最恨的那个人。我什么也没想，如果有选择，希望老婆也不会要有这个时候，不管她想到的是不是我，都会让我难过。21黄昏时分，丧尸已经很少了。今天阴天，出来活跃的并不多。路上彻底没人的时候，我推门进了家。但是出人意外的是，客厅里什么都没有，行李什么的什么都没有，厨房里反而传来了声响。我愣愣地走过去，老婆正在做饭。老婆，你是打算裸奔逃命吗？我站在厨房门口，呆呆望着她。老婆把菜做好，放在了客厅的桌上，朝我招招手。我呆呆地走过去，她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，喝了一口，道：“我不走了。”我把杯子一放，转身就上楼。完蛋娘们，不管哥什么时候都不听话。电视剧里这种逼事特别多的女主，一般都是祸害1000年，磨磨蹭蹭挨到最后该走的还是走了，不该死的还死了一堆。我直接走到卧室，把她的日用品胡乱收了一收，然后打开衣柜，把她的衣服抱了一些。变成丧尸之后，我一天比一天手脚笨拙，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吃力。我把她的行李箱掀在地上，却怎么也捏不准拉链，拉链那么小，我根本拉不准。我干脆趴在地上开始倒。这个时候楼梯响了，老婆上楼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身来，把衣服抱起来，走向衣柜。我猛地站起来，一把夺过他手里的衣服，扔在行李箱上。他又蹲下来捡起，我又一把夺过。他把衣服抓得死死的，好像我要抢走他什么东西一样。我朝他大吼大叫，我叫的一定很难听，因为我听见自己的嗓子慢慢好像带着哭腔一样，叫着叫着，我看见老婆蹲下了。他把行李箱打开，把衣服一件件塞进去。我靠在门上喘粗气，不再说话。借着灯光，我看见老婆脸上似乎有什么脏东西。一颗一颗掉在了地上，在瓷砖上也发着莹莹的光。她在哭。22，傍晚很快就来临。
车子里已经被我装满了食物，足够老婆去往 B 市10天的吃喝。我计算了一下，去 B 市大概要开18个小时的车，这辆车汽油不够，中间肯定要停一次，一口气开18个小时也不正常。结合老婆的身体状况来说，中间至少要歇2次，而且都要保持夜间行车，白天出发约等于直接自杀。也就是说，开车得老婆自己来。我在后备箱备了2箱红牛，足够老婆支撑精神。但是根据她前段时间的身体状况来看，小产之后还没有恢复，长时间行车肯定是不行的。2次停车休息，只能趁着白天找个隐蔽地方，这对她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这一路我还是得跟着她，以免她被攻击。我的这些判断没办法说给老婆听。自从她决定上路之后，也十分沉默。我拉开车后座的门坐了进去，老婆也乖乖地坐在了前面。路上丧尸已经很少了，老婆发动了车子，一路平稳地朝 A 市出口开过去。我坐在后座的车座上，摇摇晃晃。我知道我快要睡着了，就像往常一样，但是我又怎么都不能完全睡过去。在打开老婆衣柜的时候，她的衣服里面曾经掉下来过一块纸，那是一张传单，上面写着和我今早捡到的一模一样的话，只是日期还要再靠前。老婆，你早就知道去 B 市有活路了，你却一直都没有走。23，我在车上睡得很迷糊，感觉中间停过几次车，因为惦记着老婆的安危，我睡得并不熟。等我睁开眼的时候，车前的时间显示刚刚走过3点40的样子，窗外的路标已经是出了 A 市，刚刚踏入了 F 市的样子。老婆一直开着车，一句都不发。我曾经到 F 市出差，对于路况多少知道一些。刚入市里，再过一段路就会到一个加油站。我坐起来拍了拍老婆的肩膀，想提醒她前面2公里左右停下，可是老婆怎么也没反应。我再使劲拍了一下，老婆头一歪，直接倒在了副驾驶上。我呀的一声叫出声，使劲摇摇她，老婆好像被惊醒一样，又猛地一下坐起来，一边擦着口水一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睡着了。”幸好路上没什么人，估计也都死光了。一路开过来又是直行，居然一点事没有。我拍了拍老婆的肩膀，比了一个2，又指了指油表，想提醒她前面2公里处有个加油站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怒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还比耶？好玩的是吧？”我的车一路往前开着，所幸离加油站也不远了。我仔细观察着路边，不一会，那个红色的路标远远的就显现在夜空里。我赶紧伸手扯了扯老婆，指了指外面。她顺势看过去，总算明白了我意思，稳稳地停在了加油站门口。我把她按在座位上，自己开门下去了。这个加油站看上去已经很久没用了，外面横七竖八的躺了一些丧尸。我绕过他们，拿起一支油枪，开始加油。老婆一定是不想走，所以昨天白天根本没有去补觉，才会这么困。现在已经踏入 F 市了，横穿 F 市之后，擦过 C 市的一角，就要到 B 市。短短2天就要和老婆分开了。没有老婆之后，我又能去干什么呢？还有人的意识，却只能和丧尸为伍，想想也挺悲催的。但现在意识一天比一天模糊，也许过不久，我也会和那些真正的丧尸一样了吧？我的脑袋又开始混沌起来，意识逐渐模糊。我赶紧甩了甩头，尼玛，再过2个小时天就亮了，这个时候意识混沌可不是好玩的。我们又开始启程了。我从后备箱把1箱红牛运出来，拿给了老婆。路边的风景。回到车上，老婆已经倒在副驾驶上睡着了。在车前时间表的灯光的照射下，她的侧脸显得格外疲倦。我到后备箱拿了那箱红牛出来，小心翼翼地拍醒她。老婆睡眼朦胧地坐起来，打开红牛一饮而尽。我看了看时间表，已经4点了。是驶过加油站，两边已经慢慢从郊区现出城市的影子。我想起之前来这边交际，曾经在附近一个高尔夫球场谈生意，周围的人烟比较稀少，在那里避难，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人。老婆顺着我指的路一路沉默地开过去。F 市两边的路灯还没有完全被破坏，路边有一搭没一搭的灯光，把昏黄的影子抹撒在她的侧脸上。高尔夫球场临近郊区，又处城市边缘，虽然周边有一个度假村，但是来的人并不多，一路所遇的丧尸并不很多。我们驶进去的时候，只见到2个趴在地上，里面一片空旷。老婆不敢把车开进停车场，怕里面有隐藏的丧尸，也不敢开进度假村，于是就停在了高尔夫球场边上一丛树林里。然后他就头一歪，歪在副驾驶上睡着了。树丛比较浓密，叶子一丛丛，把车子开进来，借着树影，车子被隐蔽得很好。老婆睡着了，我笨拙地下车，把车门关紧，在车的不远处的一棵树靠在上面，开始守门。自从创业之后，我越来越少去篮球场，虽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打篮球，但是谈生意的对方却很少有喜欢打篮球的。大家都西装革履，谈起最喜欢的运动，不是攀岩就是高尔夫。我以前跟老婆说，好像人一谈起生意，喜欢的就只能是高尔夫似的。我老婆当时一边点着烟，一边说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比起去 KTV 这种地方，高尔夫已经是清水衙门了。我赶紧点头说是，不敢告诉她，其实高尔夫球场也有美丽的陪练小妹，不过现在估计都变成美丽的丧尸了。我靠在树上，望着眼前渐渐明亮的晨曦，眼前突然又一黑，我使劲甩了甩头，眼前的世界仿佛变得恍恍惚惚，也许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我好像多进了梦里一般。24，我看见了我的律师。
我好像已经很久都没看见他了。梦里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严峻，他对我说：“李总，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您自首，积极配合警方调查。这批药品出现的问题过大，已经有数十人上诉，闹出了人命，企业一定会被查封。您现在自首，也许刑罚还能相对减免。”我看见了我自己坐在沙发上，疲倦地把领带松了松，问道：“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”他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办公室外面暮色微微漫了上来，几点繁星在天上亮着。手机响了，我接起来，老婆贤惠地对我说：“今天做了烤鸡，这次没有烧糊，下班赶紧给老娘滚回来。”如果我入狱了，老婆又会过着什么日子呢？她一向很自强，自己也有工作，经济方面也许不用发愁，但是性格又一向那么刚烈。我入狱之后，不知道会不会连带到他一起受影响。即便他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照老婆的性子，周围的人指指点点也会受不了吧。我拨响了律师的电话，没等他开口，就问道：“如果去自首，那会判几年呢？”律师说完后，我就把电话放下了。外面的夜空，几点繁星还在放着光。在自首之前，我要做一件事。25，我靠在树上，昏昏沉沉，耳朵里裹挟着很多声音。我好像听见老婆在叫，又好像没听到。我使劲晃了晃脑袋，想让意识清楚一点，但是却总回不到现实世界一样。我扶着树慢慢站起来，凉风一吹，意识好像恢复了一点。的确是老婆在尖叫。我猛地转过身朝车子望过去，一只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丧尸，正在不停地拍打车窗户。我晃晃脑袋，一个箭步跃过去，抓住他的肩膀就往后一扔。那只丧尸被我掀在一边，血肉模糊的脸在车上磨出一痕血迹。他呀啊地叫了几声，扭着半边血肉模糊的身子，又挣扎着咬过来。我一脚踹在他脸上，他仰面倒在地上，头磕到一块石头，便不再叫了。这个女人我认识，生前她还是度假村的女经理，和我在酒桌上推杯换盏过好几次。生前是个体面人，说话从来是细声慢语，没想到变成了丧尸，是这副尊容。如果还有意识，一定没办法接受。我喘着粗气，确定他不会起来了。周围一阵又一阵的风拂过叶子，震得枝叶都沙沙作响。远远的看到几只丧尸朝这里跑过来，刚刚的叫声惊动到他们了。老婆摇下车窗，对我大喊一声：“快上车呀，打不过的！”我拉开车后座的门，一坐进去，老婆猛地发动了车子，我们一起绝尘，朝着树林更深处奔去。窗外的风景飞快朝后掠过，老婆仿佛还没从刚刚的惊吓里回过神来，一个劲的喘气，风顺着车窗一刀一刀的刮进来。她在风里喊了一句：“去你妈的吧！”不知道开了多久，太阳从正中慢慢移到了偏西，油表的指数已经从全满慢慢偏移。老婆几乎没有停过，我知道她害怕，她的手就没有停止过抖。我们掠过马路的时候，惊起了旁边的几只丧尸，他们追在车后面跑，又有几只从前面跑过来。她一路开过去，丧尸的血瞬间糊满了车窗，雨刮器缓缓的又把血刮下去了，在车窗磨出猩红的影子。老婆一直开，一直开，慢慢的，太阳落下去了。我们开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景色一片荒凉，周围丧尸开始成批倒下，在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里，迎着落日，还有些悲壮。我们停在了荒原的边缘，油箱已经告急了，幸好旁边不远的地方就有几辆车，还敞着门，只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丧尸。但对此刻的我和老婆来说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想要上前去看，老婆突然一把抓住了我，她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我停住了。他打开后备箱，拿出一罐啤酒，坐在荒原的一抔草丘上，说：“其实我是真的不想走。”黄昏已经到了，我的意识也开始有些模糊。我甩了甩头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我听见他说：“小时候我就很害怕一个人，从我出生开始，我妈妈就难产过世了。小朋友都笑我，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妈妈来接，心里其实很难受。一直是我爸拉扯我，后来又多了一个你。前几年我爸也走了，就只剩你了。本来应该还有一个亲人。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算了，不提也好。”他那个亲人指的是我们未出世的孩子。前几年我爸走了，我心里挺难过的，但是一想到旁边有你，就又挺了下来。几个月前你也走了，孩子也走了，当时想着也没什么人了，拿了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他回头看着我，认真的说：“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恨你。”我明白。他又说：“但是最近我又不想恨你了。这个世界现在这么癫狂，我真的好累，我不想去追究什么对与错，也许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我只想在我剩下的时间过几天开开心心的日子，恨与不恨我都不想再浪费精力了。”他的脸在我眼前已经越来越模糊，我已经到了我身体的极限，月亮慢慢从天上滑上去，我再也支撑不住，直直的向后倒去，视线的最后是老婆望着月亮在说话。如果我真的到了 B 时，我就真的会开心吗？26，我不知道老婆到了 B 时是不是真的会不开心，我只知道最近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最近我意识模糊的时间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长，也许某一天醒来，我就变成了一只真的丧尸。那样的我，就算留在老婆身边，又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27，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老婆已经在路上了。她
他不知道从哪里加了油，也许是趁丧尸们睡着的时候从别的后备箱里拿的，而且还把我拉上车后座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老婆一边开车一边哼着歌，好像心情很好的样子。我挣扎着从后座里坐起来，外面的阳光热烈的，我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我把手挡住阳光，眯起眼睛来慢慢适应外面的景色。不对吧？这风景怎么这么眼熟？我眯起眼睛，又仔细地看了看。我去，这特么不是回去的路吗？我猛地一下从车座上坐起来，砰的一声撞到头，车身都被连带着震得抖了一下。我沉着脸，伸手去拉车门，车门早就被锁死。我举起手，砰砰砰地捶起车窗，车窗一声一声被砸出沉闷的声音。我发了疯一般去砸窗户，我一定是流血了，一拳一拳，玻璃上都是模糊的血印。窗外的风景被模糊成一片肮脏的红色。车吱呀一声停下了。28，仿佛是很久之前，我和老婆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还在做饭。我刚说出离婚2个字，他顺手就把饭勺扔出来，砸在我脸上。饭勺上还带了一块刚从电饭煲里盛出来的滚烫的米饭，砸在脸上，灼得皮肤都火辣辣的疼。他说我不同意。我说我爱上了别人。他说我不同意。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了离婚协议书，对他说过错方是我，房子、钱、车都归你，我们离婚吧。说完，我转身走了。背后隐隐传来老婆的呜咽声，我没有回头。我他妈自己也哭成傻逼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总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。我叫李明日，我老爸在我出生的时候说，他希望我每个明天都过得狗日的快活，不管是丧尸爆发前还是丧尸爆发后，我都快没有明日了。但是，老婆，我希望你有。29，车又开始继续往前开了，只不过这一次是前往 B 市的方向。自从我砸车窗逼停老婆之后，老婆就再也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笑，只是沉默着掉头，沉默着开车。我们一路往前，偶尔停下，在无人的荒野，老婆从后备箱拿出油加上。她有吃东西，有时候开着开着突然停下，望着前面的路不说话。夜幕一点点漫上来，我们离 B 市越来越近了。一路上遇到的丧尸很少。星子悬挂在夜空的时候，老婆找到了一片空旷的荒原。我们停在了这里。GPS 显示离 B 市已经不足30公里。她回过头来望着我说，老公，你可以过来抱抱我吗？她打开车门，走下车，又拉开后座的车门，坐在我旁边。她紧紧地抱住我，把脸深深地埋进我的胸膛。外面是无垠星海。我没有伸手回抱她，我手上有今天早上捶窗户的伤口，她的发丝在我鼻子底下散发着悠悠的香气。我的胸口有些发紧。我们都明白B市很快就要到了，今晚也许是我们在一起最后一个晚上。老婆抱着我，她的肩膀微微在发抖。她突然抬起头来看我，我看见大颗眼泪在她眼眶里结成了屏障。她说，你咬我吧，让我和你一起做丧尸。我轻轻地把手放在了她的头发上，从老婆的口袋里划出了一张相片，轻轻地飘在了座位上。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合照，没想到她居然还留着。我慢慢地捡起来，老婆在哭，趁她不注意放进了胸口的口袋里。明天就将离别，老婆，你还会有明日，但是这些记忆不要再带走了，好好过你未来的生活。风吹打着窗户，没有人说话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今晚不要睡去，不知道我还有几个晚上可以蹉跎。我们都没有说话。风顺着窗户进来，飞着我们的头发。30，第二天清晨，我们继续上路了。老婆故意开得很慢，我还是坐在了后座。最近我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恍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意识，变成一只真的丧尸。我不想伤害老婆。沿途的风景一直往后退，老婆中间停了好几次，停停走走，最后我们还是到了 B 市的边缘。再往前走2公里就是 B 市了。老婆把车速慢慢降了下来，远远的看到 B 市醒目的招牌，车子越靠近，看得越清楚。B 市入口早就架起了高高的壁垒，似乎还有人在上面持枪防守。看见老婆车子驶过来，刷刷刷的把枪对准了老婆的车。我慢慢的蹲在了后座里面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看见我在老婆车上，一定不会放她进去。果然，没过一会，远远的从对面喇叭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声：“前方驾驶者，请立刻停车，停在原地，把双手放在背后，我们需要检验。”老婆回头看着我，她那双漂亮的眼睛大滴大滴的掉下泪水。从我变成丧尸的第一天到我们离别的最后一天，她的眼泪从来没有停过。我冲她笑了笑，我一定笑得很难看，然后我冲她招了招手：“再见了，老婆。”她眼睛红红的看了我一眼，再也没有说别的话。我紧紧地把自己猫在后座，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，更不想让他再看着我。我听见顿了一会，车门啪嗒一声打开了，片刻又轻轻地合上。老婆走了，我看不见她的背影，我无法看到她的背影。我紧紧地抱住自己，闻到自己身上腐朽的味道，我的意识又开始模糊不清。我抬起眼，想从夹缝里再看老婆一眼，可是我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
我强行遏制住自己模糊的意识，摇了摇头，想努力让自己清醒一点。突然，车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是老婆。31，一只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丧尸从远处跌跌撞撞跑来，老婆一边惊叫一边往回跑。地势防守的士兵立马操起了枪，一艘艘子弹下雨一样打在丧尸身后的地上、背上，丧尸趔趄了几步，但是丝毫没有停下。我猛地拉开车门，冲了出去。这里还有一个。高台上的喇叭传出了冷酷的下达指令的声音，嗖！一发子弹径直射入了我脚后跟后面的土地上，我朝着老婆身后的丧尸猛地扑过去，丧尸被我压在地上，我一把制住他，他张着血盆大口朝我大口咬来，嘶哑的喉咙里发出呵的声音，我伸手过去挡住他的脸，他一口咔吧地咬住我的手被他几乎要咬断，我长吼一声，用力把他掀在地上，风吹过来，把他脸上粘着的头发吹开，露出他的脸。他从地上翻身起来，望着我，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。我呆在了原地。是阿胜。32，阿胜朝我一步步走来，走到离我2米远的地方，他停住了。他那张被血染得一塌糊涂的脸上出现了疑惑，他好像在努力辨认什么。他又朝我走近2步，突然哇啦哇啦地叫了出来。他激动地朝我走近，那双狰狞的眼睛里居然闪过一丝痛苦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产生了错觉，好像阿胜的神智那一刻也清醒了一般。阿胜冲我一张嘴巴，那张狰狞的丑脸居然也掉下了眼泪。他好像在说什么，但我却听不清。我努力地辨认他的嘴型，想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。他说：“我想回家。”我的眼泪也掉下来了。阿胜，我们没有家了。他嘶吼着扑了上来。远处一枚炸弹朝我们飞来。我闭上了眼睛。阿胜，我欠你的，我得还，但是只要我一个人还就够了。33，我又看到了从前，丧尸爆发的前2个月。我看到老婆不像平时那么嚣张，老婆的眼睛红红的，用手指着我，她那么用力，指尖都在微微颤抖。她说：“李明日，你给我来真的。”我看到我自己没穿衣服，刚从床上起来，床上还躺着一个姑娘，我听见自己说：“真的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看见老婆突然笑了，2行眼泪顺着眼眶大滴大滴的滚下来。除了岳父死的时候她哭过，这是她第一次哭。我看见我自己把衣服披上，起身走向她，她一巴掌扇到我脸成，然后笑着说：“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”疼。我看见他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，走出酒店，拦了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司机连问了他几遍去哪里，都没有人说话。他倒在后座上，身下渐渐晕开了一片红，顺着他的小腿滴滴答答落在了地上。老婆流产了，为了让他死心塌地离婚，脱罪好好生活，我骗了他，代价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连他原来有孩子了都不知道，仿佛就在几个月前，仿佛又在很久之前。我真他妈是个混蛋。子弹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，阿胜死死地咬住我的喉咙，我看见自己的血滴滴答答流在地上，就好像那天9月23号那天老婆身下流着的血。疼，心绞起来一般的疼。我嘶吼一声，用力地推开阿胜，阿胜飞扑上来，用手紧紧地掐住我。我的身子被炸得高高飞起，迎着热烈的太阳飞向这个陌生又熟悉的世界，飞向子弹。我用手紧紧地把住阿胜的手，血肉模糊的喉咙里发出嘶吼，子弹噗噗地射进我身上，我大喊一声，死死地把他推开，榴弹击中了他的头，一片鲜血洒在地上。我抬头望向天，太阳的光那么热烈，地面上远远看到大批医护人员和存活站救助人员一群群朝这边跑来。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头发，直直地没入我的心脏，胸前的相片被击得4分5裂。我飞向地面，老婆，我来赎罪了。34，恍惚中，我看见我老婆在冲我大喊，她跑过来把我搂进怀里，她一定是哭了，大滴大滴眼泪落在我身上，这么烫，我这辈子从来不知道眼泪可以这么烫。她的嘴巴一动一动，我努力去辨认，却怎么也看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。她把我搂得紧紧的，抱得我全身的骨骼都跟着疼起来了，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，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只能透过她的肩膀看到蓝蓝的天，晴空万里，真是一个好天气。10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蓝蓝的天，晴空万里，一丝微风都没有。是我和老婆第一次见面，眼前的世界慢慢收缩，无限缩小，最终聚为一个黑点。在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我的听力终于变得清晰了，我听见她刺耳的哭声，这辈子我都没有听到她这么哭过，都没有听过这么令人心碎的声音，我也终于听清了她到底一直在说什么。她说：“老公，求求你不要丢下我。”35，一片刺眼的光里，老婆朝我走来。她穿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裙子，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从校门口走来。她好像迷路了，转了半天，发现了我，又一路小跑，跑到我面前，仰着头问我道：“同学，你好，我叫周一，你知道离教学楼怎么走吗？”耀眼的阳光打下来，打在她脸上，几乎让我眼前一阵眩晕，看不清她的样子。我的声音也恍恍惚惚的，说出来的话越来越远，好像一切都在梦里，仿佛一切从没开始过，又好像过了1万年那么久。我说：“你好，我叫李明日。”